你们的进度有没有赶上来？正在赶。好的，这个，大家可以观察自己的，观察自己的这个，随时观察自己的进度和这个状态。如果觉得哪里需要调整啊，对吧？我们可以把这些相关的图层全部都选中，然后一起修改啊，比如说液化呀，或者是干嘛的都可以。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是第一次画这种明星啊，就会存在一个像不像的问题。然后我看也有很多同学说，觉得自己画的跟我画的不是同一个人啊什么的。就是首先我们本来就不是写实啊，本来学的就不是这种写实画风，在这种非写实的这个画风的领域里面，要追求像，我觉得本来就是一种奢求，本来就是一种额外的啊，本来就是一种额外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画一个漫画，对吧？画一个，甚至有的时候画一个那种 Q 版啊，就是它本来就不是这种写实比例的，所以你要追求像就很难。再加上这种就人的长相本来就很微妙啊，哪怕是美院的呀，或者是学这种写实风的，他们要画一个人要做到很像也很难啊。也是不容易的，也是并不容易的。所以把一个人画的很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就是还是一个初学者啊，初学者没有必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或者是把目标定的那么高。就首先呢，你把一个画的漂亮啊，你喜欢，就是在画的时候满足了你想要画的这个开心就好了啊，没有必要太去纠结是不是画的很像。那么就首先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这个画有没有画的，哎，漂亮，你喜欢啊？然后它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结构这种比例啊，就是五官的这种关系包括这个头肩颈啊，然后头身比这种各方面的这种东西，这些东西啊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画画本身上面啊。这个图的颜色你喜不喜欢，氛围你喜不喜欢啊？这个人的颜你喜不喜欢啊？那要调整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观察，像这个啊，我感觉周野的可能额头还要更圆润一点，那我会怎么调啊？现在已经进入到铺色阶段了嘛，我就会把影响它的图层，或者你如果判断不出来啊，判断不出来就一股脑全都选了，除了背景，背景肯定是不用选的，对吧？衣服也不用怎么弄，衣服也可以选了啊，一股脑全都选中啊，一股脑把这些相关的图层全都选了，然后我们可以打开页画看一下哪一些需要调整的啊，在这里给大家示范一下所有你觉得可以调整的地方。那么首先我看一下啊，像这个眼睛，我可以让它再稍微往里凹进来一点点，对吧？那我感觉它这个还蛮，这个角度还蛮深的，可以选择这样调一下。好，然后它的这个眉骨下方，我可以让它再鼓一点点，观察啊。然后如果你觉得你的嘴整个画秃啦，对吧？或者是嘴画凹了，你可以整个把这个嘴往里带，或者是往外带，都可以啊。这个是一个示范，就是你要观察，首先你得观察出这个问题，多看然后我把它的下巴再稍微往前，把它的磕唇沟这个地方稍微再往前送一点点。然后有的地方你要知道比如说像这个下颌线，我是希望它有一个这种漫画感斯漫少女的这种动漫感漫画感的这种比较梦幻一点的
下颌线的，那么它的这个地方的非真实的，是我特意处理的，我就不去动它了。啊，包括这个脖子，我也说过啊，我也说过，如果我们真的把漫画的脖子画成这个样子，可能它不一定和谐啊。你看一下，如果我把它的脖子往前送，然后这里这样做，可能会很奇怪啊。然后甚至如果我把这个地方拉下来，那会给人感觉会更奇怪，对吧？你这样画啊，可能就是，不太，除非要你把两张图放在一起对比，否则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有点违反他们的认知，啊，违反一些常规的认知。所以呢，而且我们也可以判断啊，我们可以判断像脖子是直的这种是大部分人有的状态，它这个也有可能是他个人的特征，或者是他在某一瞬间啊。比如说拍照的那一瞬间，截图的那一瞬间，它呈现出来的一个瞬间状态，就说他自己本人也会有这种像这种比较直的时候，所以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把它作为一个常规的合理化一个处理，做一个合理化处理，然后稍稍的，你比如说把它的这个颈部啊稍稍带一点这种弯曲啊，让它看起来接近照片的感觉一点点，就不用太去啊，完全去按照它的那个方向去做了啊，要不然会有点夸张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看客也难以接受，自己也会觉得，因为瞬间的东西它有可能是偶然出现的。好，然后它这个额头这里比较圆润啊，我会选择把这个地方再修一下，凸出来一点点。好，然后至于这个这个背啊或者什么的，如果你觉得好像有点太驼背啊，或者是怎么样，你想让它看起来直一点啊，可以把笔刷调大一点啊，把整个这个背往直的地方推一推。那它如果我把它往前推啊，身子就会变薄，身子变薄了，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头大身子小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你如果把背往前推啊，你的前面也要适当的往前推一推啊，并且局部啊，像这种地方我推这里，脖子跟着进去了，那它还是成一个脖子和背的这样一个分离的状态，所以我要把脖子拉回来一点点啊。好，再看一下它的头这些地方有没有需要调整的，让它把我要这个头型修得更圆一点，对吧？然后看看眼睛啊、五官什么的需不需要调整啊？如果你们需要调整就调整，我现在不是很想调整，我觉得还行。如果需要调整的话，比如说你要把眼睛再看一下这个长短啊、大小啊、长短啊，包括眉毛的形状啊，这些都是可以调的啊。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好，看一下调整前后啊，微调了一下。这个嘴可以，人中这边可以再稍微进来一丢丢，做个这样的调整。包括我看一下它耳朵的位置，我耳朵的位置可以再往下走一点啊，它这个耳朵挺低的，对吧？它这个耳朵基本上是和它的鼻子平行的。好，我的调整就到这里。再画这种没有，就是大家把这个像和不像的执念先抛开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求它像或者不像啊。特别是新手，大家画画是图一个开心，不要太为难自己。
其实你看多少那种大师啊，多少那种大师画的，他们的画画也是会以，不知道你们这个年龄会不会去看《繁花》？现在就是大热的那个电视剧《繁花》里面有一个客串的演员是陈一鸣，是陈逸飞的弟弟啊。他画了一个马伊琍的油画，我看了一下那个油画，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画的，年轻的时候的马伊琍。他那张油画拿出来，你不说是马伊琍，我也认不出来是马伊琍啊。所以很多画家他们在画画的时候，甚至是这样的，他们并不追求画的多像啊，他们只是找了一个模特过来满足他们对于这个作品的一个参考的作用，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需要画一个怎么样的构图，他需要模特摆一个什么样的 pose，但是他不能凭空啊，他不能凭空去捏造一个，就是凭空去画一个塑造一个东西出来，他需要一个具体的参考，比如说他的形态啊，对吧？他的这个人体的关系啊，他的面部的关系，包括他的光影啊，在一个真实的环境中去参考。所以呢，但是这个最后这个作品是属于画家本人的，既然是属于画家本人的，他其实画成什么样都 OK 啊，他画这张画，他不是为了模特服务的，不是说我找你，不是像以前啊，什么哪个国王几世啊，女王几世啊，二世什么查理一世、二世这种，哎，你画的就是一个定制的，你必须得画我，他不是，他画的是他自己的作品啊，所以他完全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自由发挥的。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把这个给它完成啊。侧面来说，其实它的信息量和那个画画的，就是在面部的工作量是可以是相对的稍微要少一些的啊。因为它的侧面其实到了这一面，它的受光也比较平啊，受光也会平坦一些，而且它的五官啊，五官的信息也会少一些。啊，所以其实画侧面是相对来讲，只要你把这个轮廓画好了啊，只要你把它的外轮廓，这个4高3低啊，这条轮廓线画好了，基本上就成功一大半了。好，我们现在把这个脸啊，从脸开始，先把这一层锁起来。好，我们仍然是来做一个做一个开始铺色啊，开始做一个大的铺色，然后用这个铺色小牛。用这个铺色小牛笔刷，首先找到它的这个脸的明暗关系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也是，它的明暗关系呢属于一个比较弱的，因为它整个人是在一个阴影里面啊，它整个人是在阴影里面，然后光是以这种一线光啊，这种局部的啊，一条线的方式散落在脸上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这种柔光啊，是一个均匀受光，均匀受光。然后光呢，毕竟是从啊，你看它毕竟是从这一面啊，从右边的这个窗户这边右上方射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默认为它的受光是外面这个表面啊，这个表面稍微多一点，然后里面的面呢啊就是转过去的那一面受光稍微少一点，那么我们也可以依据这个逻辑啊来给它铺这个明暗关系。好，那么暗部的皮肤的颜色啊，我们就选，那跟我一起啊，选它的这个固有色，然后把这个颜色啊稍微往下走，稍微往下走一点啊，会得到一个比较灰的颜色啊，会得到一个比较灰的颜色，因为我们这边呢不想把它做的太饱和太高啊，因为这个饱和度我想留给这个最亮的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直接把它加深，往下压就好。但是这个动作会让你的皮肤画的更灰啊，所以你们自己取舍。如果你自己在画其他的作品的时候，你不想让这个暗面画的太灰太脏啊，你可以稍微往右挪一挪，加一点饱和。好，把这个下巴，这个嘴也可以顺带给它
带上啊。好，因为额头它是一个很平缓的转折面啊，额头它不像鼻子，它不像鼻子这种地方，它是一个大的球面啊，然后它的转折是很缓慢的，鼻子是很突兀的，对吧？突然拔高，所以鼻子的转折它比较锋利，但是额头的转折很平缓，所以额头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就让它让它的这个暗面过渡再缓慢一点啊，就是把这个关系慢慢的、轻轻的往前面铺，让它的转折缓一点，缓缓的转过来。啊，然后脸呢，这两边呢是以鼻子为分界线啊，以鼻子为分界线，另外一面它完全暗一些。好，然后我们再来铺这个眼睛，我们现在把眼睛单独当成一个球体看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分析？如果这是一个球体，对吧？光从右上方来，那么左边是不是整个都会暗一些？左边啊，整个都会暗一些。好，再把它往眉毛上面带一带。很多人说到了肤色环节就懵了啊，你能跟多少跟多少。先慢慢的把这个还是要练起来，你不要因为难就不做啊。因为手的手感啊，这种肌肉记忆的培养是需要时间的啊，一定是需要时间的。一定要允许自己啊，从画的不够好开始，但是你得练，得动手啊。好，然后呢，这个地方双 C 线，这里有个凹陷啊，这里有个凹陷。把笔刷调小一点啊，在这个在这些地方啊，哪些地方？卧蚕的下面左下方啊，在卧蚕的左下方给它加深。然后呢，双眼皮褶皱里面全部可以给它加深啊。然后整个这个眼球的左侧把它加深，然后慢慢加深到眉弓啊，跟眉毛连起来，这个眉毛下面有个这个三角区域，把它加深。好，磕唇沟。啊，周野的磕唇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因为他的嘴鼓鼓的啊，然后他的这个磕唇沟有点混血的感觉，会让他有一种凸嘴啊，会让他凸嘴比较明显，但是这种凸嘴呢，就会显得比较的冷啊，比较冷感，就会让他的嘴成一个那种祛魅的状态，就是不笑的时候啊，冷冷的嘴角是向下的，圆圆的，然后有一点点凸，就会显得有点倔啊，有点冷脸的感觉。好，然后下巴啊，下颌线这个地方轻轻的涂啊。下颌线这边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大家是搞一条这个很明显的东西出来啊。然后这个地方如果你晕染不好，你画的一块一块的，就会显得很脏啊。所以像这种你怕显脏的地方，你就轻轻的，然后拿大笔刷，轻轻的，然后你带着这个脖子一起，带着脖子一起啊，下巴扫上。然后呢，这边呢一直扫到发际线里面去，扫到发际线，把整个耳朵也扫进来。好，我们画这边脸的时候，可以把饱和度稍微提高一点啊。那现在我就把这个饱和度往右边加一点。好，再来画一下这个耳朵里面，打圈圈啊，以这种打圈圈的方式，轻轻的啊。你们为什么有的时候画画你会觉得画面脏啊？就是因为不均匀啊，涂的不均匀。我们尽量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一定不要
想着依赖后期的这个涂抹工具啊，不要想着还有涂抹工具帮你兜底，不要想这件事情，争取在一开始就尽量的把这个颜色给它铺匀。就好像你拍照啊，你不要觉得哎我会 PS 啊，我会美图秀秀，我前面随便瞎拍啊，后面修就行，不是这样的，对吧？你们也知道，一个底子不好的照片，你后期要费多大的劲才能修好，所以画画也是一样啊，每一步前期每一步我们都尽量的走的扎实一点啊，这个发际线里面啊，所以呢，你做每一步啊，都尽量的把它认真对待，然后不要想着后面用其他的东西去补救，包括起形的时候也是啊，不要想着我瞎起啊，随便搞搞，然后反正还能有液化，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不鼓励大家用液化？就是因为如果鼓励大家用液化的话，你对于这个形啊的要求就会降低，其实不利于训练你的形准啊。好，然后脖子后面啊，你看这个脖子后面长这个小碎毛、小绒毛的地方，跟这个头发衔接的地方也是轻轻的。你们知道怎么样才不会脏吗？这个东西颜色画上去，就首先你的笔要轻，就是你的这笔颜色下去，跟你之前的这个环境色，跟你周遭的颜色它差别不大啊，它差别不大。这个时候哪怕你有一点这个笔触什么的，也看不出来啊，就不会一块一块的。如果你一下子猛了啊，起猛了，这个颜色选的太深了，差太多了，你就很难把它给弄均匀。所以一定要一步步来啊，一步一步来。好，但是因为这种每一次这种细微的一点点铺下去的这个动作呢，会让有的同学次数不够啊，遍数不够，或者是你觉得有的同学就偷懒，或者是整体的观察能力弱一点的话，就会导致很多同学就停留在这一步就不继续往下了，会导致最后你的这些细节一上，重色一加上去以后，整个脸变得很平啊，那是因为没有拉开足够的对比，是因为你做的次数太少了。好，把这边刚才我们走过的地方，这半边脸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你如果觉得不容易涂均匀，你把笔刷放大一点啊。然后它这个脖子，这个我参考的是哪张图来着？我把那张图找出来啊。把那个背包的，他背包的那张图。是这张吧？但这个的光和它是反的，看到没有？它这个是逆光啊，它这个光是反的，所以这张的光影你不能作为你的上色参考来，因为它是一个逆光。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张应该画逆光我们这样其实应该画逆光，因为我们做了背景啊，我们做了这个，那我们做了这个有光的背景，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带你们画逆光？如果带你们画逆光，这样就要推翻重新来这个铺色。没关系啊，无所谓，两个都行。虽然我们做了背景但是其实也可以，你也可以想象出它虽然后面有光，但是我们从前面从前面补了一个光这样会让它前面更亮。其实说都说得通理论上说都说得通。我们还是继续吧一上来就教逆光难度有点大。好，我们把眼窝这个地方在它交界这个地方明暗交界的地方，把这个颜色铺上去。大家注意画眼睛的时候不要先去留眼白的颜色我们把眼球当成一个整体去画它。因为有的人会习惯性的觉得这个眼球里面这个眼白是一个另外的颜色，会把这个眼眶给它空出来不要空。
空出来它的那个它的整个大的这个环境就变了。所以你一定要让它开始处在一个和谐的明暗关系里面，再去考虑它的颜色啊，关系是第一位的啊，颜色是第二位的。所以对于一些比较基础的同学来讲啊，不要急着去做颜色，先把关系给它做对。好像这个地方有一点小瑕疵啊，小纰漏，我就把这个关了，给它填上。好，嘴巴也可以再来一点啊，因为这个颜色稍微饱和度高一点，我把嘴巴涂上。铺嘴巴的时候也不要去卡那个唇线啊，还早呢，我们这一步其实还早啊，远远没有到画细节的时候，所以像画这一步的时候，你不用去卡轮廓。好，这一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你如果想把一个人的脸画的更立体一点，我们就多几步啊。虽然我们比如说给大家第一个范例、第二个范例教的都是，哎，我们把这个物体分为亮暗，对吧？亮暗两个面，好像说用2个颜色啊，或者2到3个颜色就能解决所有的明暗的问题。但其实如果你想做的更细腻，你可以用很多的颜色啊，你可以把这个层次慢慢的一步一步拉得更，就是亮中有亮，暗中还有更暗啊，你可以把这个层次做得更丰富一点。那么你就是在做这个，在铺色啊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每一次的颜色你可以加深一点点，甚至在加深这个颜色或者是减淡这个颜色的时候啊，还可以动一动，稍微动一动它的色相，让我们的颜色更丰富。好，那现在我们就进一步来加深啊。进一步加深，我们你看，比如说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发际线这边啊，或者这些地方会更暗，我们就吸，我们现在就吸它的暗部的颜色，吸暗部的颜色，然后呢，我让它更暗一点，这个时候我还顺便可以动一下我的这个色相，我想让它的色相往冷的方向走一点啊，就是往紫啊红的方向走一点，我把色相往左挪。那偏红偏紫啊，然后呢，再把这个颜色往右下拉一拉，好，得到一个更重的颜色，可以让它再紫一点啊，到右边来，好，用这个紫一点的颜色，把笔刷放大一点点啊，我们要涂这种啊，想要它晕染自然，然后又是涂这种大块面，我们用大笔刷去做，把这个发际线啊。轻轻的用这种打圈的方式，你看我一旦画这种离得远的轻轻的地方，我的手就会往后，我的握笔的位置就会往后移啊。握笔位置也可以决定你的力气的大小。那我把握笔位置往后移，它就变轻了。那轻轻的铺在这个下颌那个不是发际线，然后呢，调整笔刷大小，涂在这个耳朵里面，对吧？还有哪些地方啊？还有这个耳垂下方啊，下颌角跟这个脖子衔接的地方，好，然后后脑勺的啊，脖子的发际线，脖子上也是有发际线的啊，美女的这个小绒毛啊，都是长到脖子上的，都是多毛动物。好，这边脖子，我们要勤快啊，勤快一点，要勤快的去调整这个笔刷的大小，就好像其实我们每一次调整笔刷大小的时候，就相当于那些架上绘画的那些画师啊、画家，他换一支笔啊，所以你们会看到那些画画的，就是传统绘画、架上绘画的画家，都手里面笔筒里面一堆的笔，对吧？那是什么？那不像他们的笔刷不是所谓的我们这种笔刷是带效果的，对吧？一会儿用这种
有肌理的，一会儿用油画笔刷，一会儿用水彩笔刷，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笔刷就是简单的啊，简单的差不多的，有的硬一点，有的软一点，然后最大的差别就在大小上面啊，有的是那种排笔，有的是那种小尖头的，有的是平头的，有的是刮刀，但除了这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大小。所以其实我们每调整一次笔刷大小，相当于就是换了一支笔啊。好，我们再次啊，把这边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脸的两边的脸，左右两边脸，把它的色差给它做出来啊，让左边的颜色更深。好，下巴带一点，脖子带过来。然后把这个深色呢，我们把它的范围再缩小，把它卡在这个眼睛处啊，双眼皮里面画一画，然后卧蚕，同样的啊，同样的这个眉毛扫一下，然后慢慢扫到这个眉骨下面的这个三角窝里面，然后把这个眼球的这个形状也给它带一带，眼睛里面给它，眼球里面给它扫上啊，然后把这个内眼睑也给它扫上。好，还是这支笔啊，我们把这个发际线这边的耳朵前面的这个发际线，那包括鬓角这边扫一扫。我这个快没电了，充个电。这么快，这个电量掉了。好，这个时候啊，这边扫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笔刷稍微再调细一点，把笔刷调细一点，去收拾一些细节的地方了啊。那比如说这个脸和下巴的分界线，因为我们判断啊，大家判断一下，它是脸亮还是脖子亮？明显这个是脸比较亮，对吧？那我们就把这个重色往脖子的方面去卡啊。这个时候不要完全跟着照片走了，我们要把这两个面给它区分开来。好，把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卡一下，然后这边也是耳朵下面也是。把这个地方卡一下，然后耳朵里面、耳孔，然后这个耳周啊，这些里面的重色，来稍微把范围继续缩小一点，精准一点。所以不要一开始就上重色去细化这些地方，你没有一个大环境，你没有一个把它压暗的大环境去支撑，你直接这个很重的颜色画上去，它肯定会有斑驳的痕迹啊，肯定会斑驳驳的痕迹，会显脏。我看一下，今天是5号啊，我们后面还有一节课啊，后面还有一些细节刻画，可以，这张应该来得及。好，它的项链是不是可以给它加一个底色啊？然后我现在可以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啊，我把这个阿尔法锁定给它解开，用细节刻画笔刷把这些边缘的地方给它补一补，就吸最靠近它的颜色，把边缘给它先修补一下。
这种地方啊。修修补补，修补一下。那把耳朵这个啊，像这种耳朵那种画出去的地方也可以擦掉一点啊，就多了你就擦掉，少了你就补上。好，还弄好了，还是把它锁起来，用这个深色，还是用这个深色啊，用这个小牛笔刷去把像这种耳朵一周，耳朵这一圈给它包起来。啊，这个边缘跟脖子的交界线啊，你可以顺着这个头发。我们记得啊，大家记得，我们画画一定要记得弱化一些啊，有一些面和面之间你要把它搞清楚，有一些你要把它给搞混淆，要让它融合在一起。像这种，特别是像脖子和头发啊，脖子和头发挨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要最后要弱化它的这个交界线，这样看起来才舒服啊。你不要脖子是脖子，头发是头发，泾渭分明啊，那样看起来会不自然，而且大家会把这个目光都盯在那个上面，你的脖子画没画准啊，那个脖子的粗细啊、姿态啊，就会特别的容易，就是会特别的容易显出来，如果有问题啊，就这个也是一种藏拙。所以画画它是一个要权衡，要不断权衡，也是一个要动脑子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知道你现阶段啊，某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拿捏的那么好，那你要学会把它藏起来啊，你要学会把它藏起来。然后大家都是初学者，都是喜欢画头像的，而且头像相对简单一点，大家对于脸的知识啊，会比对身体的知识天然的要丰富一些，我们就会把脸搞定。你不要一上来就啊，我要画一个全身的，我还要画带景观的啊，我要去画建筑啊，去画风景，没有必要，一步一步来啊。先把这个眼前的啊，你最感兴趣的，然后最主要的东西给它消化好，吃准，不要想着什么都一口吃成胖子啊，什么都一步到位。好，接下来呢，这步跟上了吗？稍微等你们一会儿，稍微，我去把他的那个照片给他找一找出来啊，把其他的那些。好，下面我们就来给它上妆了啊，给它把这个颜色再进一步的给它加上去了。我们可以在这一步啊，就直接开始加一点冷色进来，还记得加冷色的方法吧？啊，比如说你先确定你想在哪些地方加入冷色啊，想在哪些地方加冷色，比如说这个眼窝底下啊，那么我就吸这个眼窝啊，还记得我们常色的三部曲吗？第一步吸色，第二步呢调整色相啊，我想让它稍微偏蓝一点，第三步呢就是调整饱和度，那这个饱和度目前我 OK 啊，让它灰一点就好了，就不用再去动了，然后轻轻的把这个颜色轻轻的把这个颜色扫在里面。
我是直接画了啊，我没有新建图层了，直接画在这个眼窝下方。然后你要知道啊，不同的地方因为它的明度不一样啊，所以你不要用同一支笔刷去藏这个冷色，除非你很有把握，你很有经验啊。那我们要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那比如说我现在要画发际线了，在发际线藏冷色啊，那么我就重新吸一下三部曲啊，吸这个发际线，然后呢调色相，最后再调饱和度。啊，笔刷是要时刻的去调整的啊，把这个冷色藏在这个发际线里面。好，这边你看这边比他的额头还要再深啊，另外一边的脸，那我就直接把它加深一点，这就是经验啊，直接把这个颜色加深一点点，来藏这个这边的脸。那我把它整个都铺一下，我让那半边脸啊整个冷一点，带着这个额头上去。好，还有哪些地方可以铺这个冷色？这个耳朵里面啊，和这边差不多，你可以判断出来。那直接这个颜色加在耳朵里面，耳孔啊这些深色地方局部加，这种就可以局部加啊，不要大面积的，就可以跟之前的深色稍微错开一点点。好，另外我的脖子啊，脖子我想给它整体加一点，那脖子要重新选色啊，因为脖子没有那么深，重新选一个颜色，重新的哎，先吸色，第一步吸色，第二步调整色相，我想让它脖子下面稍微比刚才的这个蓝稍微再绿一点，因为它要接近衣服了，衣服会在脖子上面有一个反光啊，衣服的颜色是偏绿一点的，所以我让它脖子的这个冷色没有那么的蓝。第三步呢就是调一下饱和度啊。好，脖子面积比较大啊，我们就用一个大笔刷去带它。你看我全程啊，我这个全程就没有用到什么涂抹了啊。所以你们如果刚开始这个涂抹啊，就是这个颜色不均匀，你们先涂抹好了再去加冷色比较好。如果说加完冷色再抹啊，容易把它越抹越灰，因为冷暖两个颜色在一起，你刚叠上去的时候，它本来还是就像那个颜料啊，你把两个颜色混在一起，你搅拌不充分的时候，两个颜色都看得到。但是当你搅拌的足够充分的时候，两个颜色都消失了，变成一个新的颜色，变成一个灰色啊。所以你不想让它最后出来效果那么灰，你就少涂抹，少一点涂抹啊，尽量在前期就把颜色给它画准一点。下巴上也可以带一点，磕唇沟，下巴带一点这个蓝蓝的，然后它的这个衣服的反光会反到下巴上面去啊，所以我在它这个下巴的这一圈加一点点。好，画多了，你看像这种地方画多了，你随时可以吸啊，随时可以吸旁边的颜色，然后把它扫回去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过渡不自然，这个步骤是可以随时做的啊。我是上课示范，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些基本的操作，所以我没有一边画一边修。其实你们也可以一边画一边修啊，因为每个人就不一定都需要修，而且修的地方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像这个眼窝这些地方啊，你可以把它的最果的这个地方用浅色慢慢再推回去一点。好，把这个双 C 线啊，山根这边吸一下这个颜色，然后呢也加一个冷色进去，加到这个 T 字部位。
倒梯形这个部位啊，可以把它加到这个额头的眉头的前方。你看每个地方你想加冷色啊，都可以重新选色。你像这个发际线这一块，也是吸这个颜色。第一步吸色，第二步呢调整色相，第三步调整饱和度啊。在它的鬓角里面铺一点点，你的色相可以再稍微蓝一点啊，铺一点这个颜色进来。青丝啊，我们管头发叫青丝啊，所以其实这个头发丝比较薄的地方、稀薄的地方，它会透出一点点这种冷色啊，是正常的。那么同理嘛，我把这个脖子这边也是加一点冷色进来。这个冷色你如果直接判断的话啊，直接判断用经验判断，那把它加深一点。经验丰富的啊，比较熟练的同学就可以不用每一步都重新吸色了。你看它冷色一加，是不是跟旁边的这个头发的颜色很接近？我看看它这个，我看一下它这个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找一个清楚的照片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妆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妆容好像没有说什么在颜色上面做那种很特别的处理啊，都是比较常规的。但是如果说画古风啊，我个人如果画古风的话，你想让这个，你想让整个画面啊，它的古典的味道多一点的话，其实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这种方法啊，比如说像这种啊，眼下的腮红，如果比较强烈一点，它会比较偏那种古风感会强一点。好，我们现在给它加一点妆容。好，给它上个妆啊。这个冷色，等一下，冷色还没铺完，我们继续啊。我们看一下呢，它的脸的这一圈，它的这个折叠线的外部是不是比较冷啊？折叠线的外部比较冷啊，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啊，像什么太阳穴两边然后脸的下半部分都是比较偏冷的，固有色会偏冷一点。然后它这个冷色呢是没有那么蓝，会发绿一点，所以我们把这边给它铺一下。首先太阳穴这边，我们先吸这个眼尾的这个颜色，把它的这个整个眼尾往上带一带，把这一块颜色稍微加深一点。然后呢再来吸，加一个偏绿一点点的稍微偏绿一点点的这个蓝，把它扫进来。好，这边仍然还是一个比较偏暗的颜色啊。好，把这个颜色呢放在下颌角这边，还稍微加深一点点。你一笔扫上去如果说对色彩比较敏感的同学，你会知道你这一笔放进去是深了还是浅了。如果不敏感的同学，你就开这个黑白关系看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在这个面在它的受光面，你看这边是受光的，受光面加入一些亮面的颜色。亮面的颜色我们可以有的同学会讲，哎，那亮部就是用暖色去画，其实不一定啊。
我们亮部不一定只用暖色去画，我们也可以用冷色去画亮部的啊，取决于你整个的设计你的思路。如果说你的整个这个面啊，整个这个肤色都比较偏暖的话，啊，铺的时候都比较偏暖，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用稍微冷一点的颜色去画它的亮面。像这个亮面呢，我吸一下这个原本的固有色，然后我会选择一个，你看偏绿一点的颜色啊，让它更绿一点。这个时候我要它稍微浅一点嘛，对吧？黄绿一点啊，然后把它这个明度和饱和度都往右上方带一带，往右上方偏一点点，往上偏的多一点啊，往右偏的少一点。你看得到一个这种带一点点绿色的啊这种感觉，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啊？看这一块头屏这一块，好，然后用一个大笔刷，这个笔刷呢，我们就沿着这条线啊，沿着它的折叠线，轻轻的啊，沿着折叠线把这一块给它提亮，好，缩小一点，提到这个腮的这个位置，提亮一点。是不是觉得这个脸就更立体了？然后这个颜色啊，可以顺着你看，顺着脖子这一条下来，啊，顺着这条下来，把脖子的这一条，包括我们这个脖子不是还处理了一下，因为它这里没有结构啊，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胸锁乳突肌的，这个让它脖子结构感更强一点。我们把这个胸锁乳突肌这一条，顺着它的这个肌肉的方向提亮一点，然后耳朵这边带上一丢丢。好，到这步基本上我们的这个脸的这个明暗关系就铺的差不多了。如果你们还想让它更强烈一点、更立体一点，你可以把这个步骤再继续往下做，比如说重色的地方你再加重一点，或者我们其实可以在后期在后面进入中后期，你刻画细节的时候，如果你细节加上去以后，觉得面部显得平了，因为重色放上去以后这些都会减弱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对比关系它会减弱，你如果觉得弱了，你再加随时都可以调整。好像我们来铺一点这个妆容的感觉铺一点这种妆的感觉。像这种偏古风一点的我会选择这种眼下的腮红感觉多一点。好，现在我们来铺一个腮红给它选一个腮红呢，它是一个收缩色，就是可以选的比肤色稍微重一点。当然我们在加重之前还是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先选一个最淡的，或者就选一个跟它的这个脸颊差不多的颜色在它下面先选这个固有色。然后我们把它往这个红的方向走一走改变一下色相，红的方向走一走，然后呢，往右加一点饱和这个时候饱和可以多加一点点，往右加多一点，然后往下加少一点，你看得到一个这样的颜色。把这个颜色轻轻的铺在鼻尖，顺着这个鼻梁往上扫一扫，大圈圈铺在鼻尖，然后铺在哪个地方？铺在整个。那我们仍然还是以这个折叠线以这个折叠线为交界，你心中有一个这个意识把它铺在这个折叠线的内部，那铺在这个三角区铺在他眼睛下方这个三角区。
可以和鼻子连一连啊，然后把嘴、人中这个地方啊，包括下巴的下边缘，这里不是做了一点冷色吗？当然，你如果盖上一点也可以啊，像这种颜色和颜色之间的叠加是允许的啊。现在他的脸多了一点这种血色啊，多了点血色。啊，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可以进一步的加深，再往右下方走一点，往右走的多啊，往右走多一点，往下走少一点，变成一个饱和度更高的。然后你也可以让它稍微再红一点点啊，每一次调你可以微调一下色相，哎，把它铺到眼球上啊，眼窝里，把这个颜色给它加上去，卧蚕啊，然后这个双 C 线里面，然后带着啊往下面走一点，还是走在这个折叠线内部啊，把它带着往下，走在这个三角形里面。那这边眼皮给它稍微晕染上去一点。因为这个颜色更深了嘛，对吧？更深了啊，饱和度更高了，所以鼻尖我们给它加重一点。啊，在鼻尖这边给它加重一点，包括人中给它加重一点。好，包括下巴，这几个点是现在比较大家喜欢化妆的强调的这几个点啊。其实现在的妆容很多这种所谓的网红妆容，其实也是有吸取插画的灵感的啊，互相借鉴。然后这个耳垂我们也可以来一点。好，然后我把这个色相啊，我把色相改一下，让它更红。现在是给它一个腮红的感觉，甚至可以来到这边啊，让它稍微偏紫一点点，来到右边的这个红，偏紫一点，偏粉一点。然后呢，把这个颜色啊，我现在把它往右上走一点，让它饱和度更高。往右上啊，因为我们已经往右了，所以这个明度呢其实是压低了。往上走呢，就是让它在明度不变的情况下单独提纯，其实是。好，扫在哪里？扫在这个眼尾的部分，斜着扫啊，还是注意就是沿着它的这个折叠线，斜着扫在它眼尾的部分，就有一种古典仕女这种微醺的感觉。鼻尖，嘴唇周围，这步能跟上吗？好，然后我们给它画个口红，这个嘴巴啊，这个嘴巴的颜色，我们最好是可以跟它的衣服和它头上的花去呼应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它是比较偏暖一点的，是一个橘调的，对吧？橘调的一个红色啊。然后橘调的红色，其实在传统的就是在这个我们的传统审美里面也是被喜爱的一个颜色啊，也是被喜欢的颜色，那种朱红色，像那种故宫城墙的那种颜色啊，朱红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颜色，所以我们如果画这种古风的，
是可以选这种橘调一点的口红。那么我们把这个颜色啊拉回来，把这个色相拉回到这种偏黄一点点的啊，偏橘一点的这种红，然后直接啊把这个色相改好，直接把饱和度往右拉，同时降一点点明度，饱和度来到这种中间状态啊，在色板的中段了。然后把这个颜色铺上去，你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可以先试色啊，这个颜色可以试一下的。我试了一下，觉得稍微轻了一点，我可以把它再压一点它的明度，然后把这个颜色铺在嘴唇上。重色加上去了啊，重色加上去以后，你会觉得，对吧？皮肤就变得更白了。好，缩小一点，我们可以刻画一下它的这个，把这个重的颜色啊，往它的口裂线去拓展，加重它的口裂线的部分和嘴角。这个时候我还可以选择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把它的这个边缘修一修啊。这个嘴巴的边缘你要记得这个小三角，记得吧？这个小三角它不是嘴啊，它是皮肤，所以我直接吸这边皮肤的颜色，把这个小三角给它框出来啊。这个地方给它区分开来，皮是皮，嘴是嘴啊。好，然后我们到这一步可以开始，可以开始刻画细节了。像我这个全程基本上很少用到，我很少用到涂抹啊，很少用到涂抹。所以如果说像这些地方，我们如果要做过渡，怎么做啊？不用涂抹方式的过渡怎么做？你就吸这个边缘，你看极限取色，取这个边缘的颜色，用大笔刷把它锁起来，调整它，然后让它的也是让它的两边的颜色，深色和浅色去充分的混合，充分的去混合它。我们再加一点黄进来啊，在这种眼睛啊、鼻翼这些地方再加一点黄进来啊，吸这个眼皮的颜色，吸这个眼皮的颜色，然后把色相往黄的方向偏。我们所有的皮肤上的黄都不要让它变成一个柠檬黄啊，不让它发青，就还是一个暖的，其实相当于一个橙色的感觉啊，它在红的氛围里面变黄了。然后呢，提饱和啊，往右上方提饱和，然后把这个黄黄的感觉扫在这个眼皮，还有哪里啊？还有这个卧蚕可以扫一扫，还有哪里？还有这个鼻翼上方啊，鼻孔周围，鼻翼上方可以给它扫一点，还有嘴角啊，嘴角唇周。
这样这个颜色就变得比较丰富了。好，下面来教大家画光影，教大家画光影。初学者啊，初学者的光影呢，我不建议大家直接画，当然直接画也可以啊，容易出错。那么我们可以新建图层来画。你看它的光影啊，那么我们新建一个，在这个皮肤图层上面来画光影了啊。如果有同学前面没有跟上，这一步不影响啊，这一步不影响我们跟。新建一个图层，然后把这个图层的模式改成柔光或者强光都可以，我们用强光来画它啊，强光更明显一点。柔光、强光，甚至你们后面啊自己熟练了也可以试试其他的，什么添加呀，添加也可以啊，多试试几个什么亮光啊都可以，线性光都可以啊，你们可以多试试不同的这个图层效果。好，因为它的这个光，你看啊，它的这个光是一个形状光啊，它是一个从一个细缝里面透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有明确形状的这个光。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新的笔刷，用2022新春里面第一支笔刷，有一个叫铺色扇形的，用这个笔刷铺色扇形。这个笔刷它的边缘比较硬一点啊，可以用它来画这种强光。选好了吗？没有问题啊。那新建图层，我再讲一下刚才操作啊。新建一个图层，在皮肤上方嘛，把它改成强光模式，然后选择铺色扇形笔刷。铺色扇形笔刷在2022新春里面，如果没有铺色扇形笔刷啊，你们就用那个小牛也可以啊，细节刻画也可以。笔刷没有那么的重要啊，没有那么重要，不要因为一个环节跟不上就放弃了啊。然后呢，这个笔刷啊，你可以把笔刷的，你看大小调一下。好，颜色我们就直接吸啊，直接吸画面里的颜色，直接吸固有色。你看在上面画啊，就能画出这种光的感觉。直接吸固有色，你就可以画出这个光的感觉啊。直接用皮肤的颜色去画它，它就变亮了，因为我们图层模式有修改过。好，那么接下来就画出它的形状啊，把笔刷稍微调到一个合适的大小。画出它的形状，你看这两张它不一样啊，那光的那个位置是不一样的。我其实喜欢这一张的眼皮上的这点光，但是整个这个光呢，它也是比较好看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我让这个光落在眼皮上，所以就把这条往下稍微挪一挪。啊，这个就属于一个自己的自由发挥和这个审美判断的事情啊。所以我画画我不一定会完全的照抄某一张照片，我会结合一些我觉得都不错的素材。好，那么把它画在哪儿？首先，如果我想让它眼皮上有一点光，对吧？像这样眼皮上有一点光，我先把眼皮的光的位置确定下来，也可以让它靠前一点，因为太靠后了，这个光就过不了眉毛了啊。让它靠前一点，在这个眼皮上画一点点这个光。然后顺着这个方向，你看顺着这个方向啊，这个还可以来一点。好，顺着这个方向，你看在这里画一个，记得在眉骨这里啊形成一个转折啊，带一点点转折，一直插到这个太阳穴往上面画。好，这里尽量把这个颜色给它里面涂的实心一点啊，给它涂匀了。
尽量把它涂匀了。这个地方稍微圆一点点，里面这样给它涂实心啊，否则它也会坑坑洼洼的，会显脏。好，这边这条我们就参考它这个鼻子上这一条啊，因为这条比较漂亮。然后从鼻尖到这里，到鼻梁。画出去的没关系啊，我有一点出界没关系，一会儿可以修掉它，擦掉或者是怎样都可以。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光点，在这个脸这边对吧？我们也可以加上去啊。所以就是在在画画之前，尽量多收集一些相同场景的多角度的这个图是有好处的，能够让你的那个想法更丰富一点。我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这个角度的其他的图，目前就这些啊。然后我们在这里给它加一条，看看这边身上有没有加一条这种大的光斑。注意它这个光是有方向的，对吧？它这个光有方向。你让它一边实一边虚。好，接下来我要调一下这个光，因为我觉得这个角度和这个角度差的太多了，它没有那种平行的感觉。我要把这个调过来一点，或者擦了重新画也行啊。把这个角度啊调整一下，让这两条还是有这种平行的感觉，不要差太多。让它这三条光都有那种平行照射进来的感觉啊。那这个它是竖起来一点。眼皮里面给它这个形状收一收。啊，这里尽量不要让它出现那种多重影啊，把它的边缘给它画干净一点。你看这个边缘它是很干净的，干净锋利，里面是很实心的啊，这里面也是。好，画好之后我们可以用橡皮擦工具啊，用橡皮擦工具，我们可以选一个精准一点的橡皮擦的笔刷，就用那个细节刻画好了啊，用细节刻画的橡皮擦，把这个边缘再给它收一收。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边是比较圆一点的啊，圆一丢丢的，轻轻的把它擦的圆一点，然后其他的地方我们给它收的锋利一点。我记得它有一张照片啊，很好看，也是这个，不知道是在我手机里还是我放到那个电脑上。它的有一张是睫毛都被照亮了啊，我找找看有没有。我记得应该是不是我没有存进来？
看一下。啊，对，这张好，找到了啊，看一下这张，这个也是我截的一个图，这个比较好看啊。哎，这个图就是结合了这2张，你看，就是我想要的效果了。你看，正好结合了这2张啊。它既在这个眼睛这里，眼皮这里又有光，然后呢，它这里也有一点，我们就直接照这个来画，好吧？调整一下，调整一下，直接照这个画，这个好看。而且你看它睫毛上都有光，我们后面可以教大家啊，画这种亮亮的睫毛的感觉。只不过它加了一个柔光镜啊，显得这个边缘很模糊。但是我们可以那啥，那我把这个全部擦掉，重新画啊，把眼皮上的这个全部擦掉，重新画。这个画起来很快。好，它这里有一块，对吧？眼皮这里有一块，这里有一小条，然后接下来呢是一个这样的。然后它的这个脸是一个斑点啊，是一个斑点。那我可以把这里擦掉，变成一个小斑点。中间的这个颜色，如果你没有画均匀，你可以用涂抹工具啊，可以用涂抹工具把它处理的均匀一点。你不一定，如果你画不均匀，你就把它涂均匀。总之这个光斑里面的颜色尽量不要让它出现那种坑坑洼洼的感觉。好，然后我们用橡皮擦修一下这个边啊，它是一个柔边，为了让我们看清楚一点啊，为了不受这个滤镜的影响，我们还是看一下它的这个清楚的边是什么样的。好，这里是一个，我们也可以啊，也可以用这个涂抹工具把这里变成一个柔和一点的圆头，圆圆的头，然后用橡皮擦工具把它其他的边缘给它擦掉。然后像光露出来，你看这里啊，为什么会有小缺口呢？这里看都有小缺口，小缺口，说明是什么？它的比如说簪子啊，对吧？头发这些东西会在它的脸上形成影子啊，一旦有遮挡会形成影子，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影子给它做出来，用橡皮擦擦掉它就好了啊，用橡皮擦，然后把这些地方擦出这种小缺口啊。甚至我可以干嘛？擦出这种头发丝的影子啊，你自己做效果啊，把这种头发丝的影子可以擦出来，头发丝稍微细一点。那光从这边过来啊，它的头发丝或者包括眉毛什么的啊，会有影子的。好，把它这边鼻子上这个形状再给它修整一下啊，它是一个这样倾斜的，可以。那我们可以把这条光也稍微往下画。其实我喜欢这个光，这个光把它鼻尖的这个圆圆的头给它包出来了啊，所以我把这个尖尖往上面拖一下，用涂抹工具啊，把这个光的尖尖往上面拖一下，然后用橡皮擦把它下面的擦掉，把这个边缘给它修一修，出界的也给它擦一擦啊。然后鼻子尖尖这里有一个收缩的感觉，到这里啊，鼻头这边稍微变细一点啊，说明这个光呢沿着这个鼻子的形状产生了变化啊，这里收细一点。
是不是挺好看的啊？妹妹有没有在发光？有没有发光的感觉？好，然后其实你看它的卧蚕这里也有一点点啊，一点点亮亮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细节笔刷，用细节笔刷啊，同样的颜色，在它的卧蚕这个下面，记得它要形成一条线啊，在这个卧蚕这里稍微也来一点点点缀，给它打亮一丢丢。好，把这两边稍微往两边晕染一下，带一带。脸皮这里啊，稍微晕染一下，往两边走一走。这个上面的这一小块给它形状收拾一下。下面的这个圆光斑，我觉得就这样处理就可以了，让它有一点点圆的感觉，又有一点点方向感。用涂抹笔刷啊，把它涂成一个有点方向感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个效果啊，给这个光做点效果。这个效果呢，就像后面的这个光斑啊，像背景里面光斑这样做啊，我们复制一层，把这个光复制一层出来，然后把它先模糊一下，用模糊工具高斯模糊啊，先模糊个10%左右吧，模糊一下，然后再给它做一个泛光效果，做个泛光效果啊，先把泛光这个数值直接拉上去，然后呢调整它的尺寸，你想让它的光不要那么的大，精准一点你就收一点啊，把过渡拉小一点，它就会爆得更厉害。燃烧这边调一下，调完了以后再把这个大的数值你给它往回拉，它就会形成一个局部啊，中间更亮，然后旁边暗的感觉。那我们尝试把这个过渡给它做小一点。把燃烧可以调大一点，过渡可以小一点，然后整个数值可以稍微小一点，就让它形成一个中间爆啊，亮的地方中间爆，然后旁边暗的这么一个效果。你看变成这样了啊。然后这一层大家可以调一下什么，把它变成亮光啊，或者是添加呀都可以。如果你把它改成添加模式，你会发现它的那个爆的感觉更强烈，看到没有？添加模式啊，你自己可以看一下柔光、强光、亮光、线性光、点光。我觉得亮光和线性光就不错啊，添加有点太厉害了。当然它也是好看的啊，也是好看的，很有这种光的效果。如果我选用了添加模式，我会把它的不透明度降低一点，你看，它就会变成中间爆中间最实心的地方爆，然后旁边是虚的，也可以啊。试试这个线性光。那最后我选择添加模式吧，好吧，选择添加模式，然后把这个图层的不透明度往回拉一点。你看这两个图层啊，两个图层叠起来就变成这样的效果了。
有没有感觉妹妹一下被照亮了，发光了，是吧？学会了吗？啊，打光的画法。所以我们以后如果想要画那种有光影的感觉啊，这一张也有啊，这个它脖子上还有2点呢。这张它脖子上还有2点啊，我们可以在脖子上也画一点。脖子上这个就直接在这个图层上面画好了啊，直接在这个添加这个图层上面画。用这个铺色小牛，因为它是还用这个吧，铺色扇形。在这边画一点，然后在这里再画一点。如果你有耐心，你就重新做一下刚才的工作。如果没有耐心啊，如果不想再去，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比如说用这个涂抹工具把它的边缘给它晕开，也可以啊，手动的造成这种旁边发光了，然后那个光晕开的这种感觉也可以啊。然后你也可以用更浅一点点的颜色加深在这个光斑的中心，它就会变成中心亮，周围抱过去的这种感觉。用涂抹工具给它抹一抹啊，我喜欢把它的方向性给它画出来，但是还是有点方向的，这样也可以。好，下面我们来铺一下这个头发吧。如果今天有时间，我们就继续细化它的五官啊。我们先把这个头发给它铺了。头发如果是想画的，偏古风感觉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用那种类似水彩、水墨的画法啊，类似那种水彩啊、水墨的画法来画它，有点晕染的这种感觉。头发涂层在这里啊，选中它，然后我们用一个带肌理的笔刷，我们可以用这个铺色剐蹭笔刷啊。铺色剐蹭笔刷在哪？在2022新春里面有一个剐蹭，看到了吗？能找到吗？用这个笔刷啊，剐蹭。好，吸一下这个头发的固有色，吸一下头发的固有色，然后给它加深一点点，我是把它往右下方走一点啊，带一点点颜色了，把这个蓝色的色相给它突出一点啊。好，然后呢，把这个笔刷缩小一点，我们把它铺在画面里面头发比较暗一点的地方。铺在哪里比较暗？像这种啊，我们不去做太细的那种，因为是黑发嘛，我们可以做一个朦胧一点的效果啊。哪些地方会比较暗一点呢？首先，这个发缝中央，对吧？分析它的这个头发的结构啊，分析它的头发结构。我把它的那张，这样也看不太清楚。之前有同学共享的发的那张清楚一点的那个去哪了？这张也可以吧？从这张看看它的头发的受光的情况。
然后把它放在，你看这个发髻啊，每一个发髻的下半段。然后呢，这个带花的这个部分，像这个头发啊，发髻 AB 面，我们把它的反面全部都涂加深。这个反面这背面可以擦掉一点，这个地方可以给它擦掉，让它露出来，也可以擦掉一点。好，把它画到反面。啊，它这里整个梳上去的，这个发缝啊，也给它画上。然后它的下面啊，下面这个小环环，啊这里耳朵后面的部分给它加深，脖子后面的部分也给它加深，然后直接把这个发髻啊，把这个发髻它是凸在前面嘛，所以用一个颜色区分它们俩，把这个块面给它分开。把背上然后连接地方加重。像这个啊，它这个剐蹭笔刷是带一点这种肌理感的，我们可以把笔刷放大一点，把笔刷放大一点，然后轻轻的把这个肌理感啊带到这个头发上面去，这样它就有一种水墨画呀，或者是水彩的这种肌理感。好，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加深一点啊，进一步把它加深。好，再把我们刚才做的那些暗部的局部的地方再继续加深一点啊，像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卡在，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是要画高光的，把它卡在高光的两侧，然后最暗的地方再加一点。那下面可以平涂啊，把笔刷放大一点，平涂，把肌理带进去，把高光的位置留出来。好，然后我们直接用这个啊，直接用涂抹工具，也用刚刚那个剐蹭笔刷，带肌理的啊，也用它去涂抹。这个时候轻一点啊，你抹重了就没了，那个肌理就没了。那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肌理感会被我们带出来。然后我在抹的时候，我就基本上是轻点啊，用这种点蹭的方法，因为这个笔刷它的那个压感比较小啊，它的压感是比较小的，所以你下笔很轻，它也是效果很重。像这种压感小的笔刷，你用力就得更轻一点。
那像这样晕染，它就会有这种水墨的感觉啊。像它后面披发的部分，头发披下来的部分，我们可以用顺着它的肌理，用这种拖拽的方式去晕染它，这样头发就会显得像瀑布一样顺滑啊。顺着它的头发丝的方向。这个地方都可以给它带一带。这种头发的画法你们可以接受吧？这个不难吧？这个是不是不难？大面积的去晕染啊，就不用特意去分组了，就是画国风啊，我们画国风、画古风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啊，用这种方法画头发，就不用搞得那么的刻意啊，一定要去分组啊，去细化的那么的一缕一缕细化的那么的那个，搞得那么细。好，同样的啊，我们就可以多来几遍，啊。那这次我们可以再换一个有肌理的笔刷，我们看一下哪些笔刷还带肌理。你们有没有这个笔刷？有没有这个油画纹理笔刷？大家有吗？油画纹理，找到涂抹5，能不能找到这个笔刷？应该那个班主任也给大家共享了。如果没有的话，就还用刚刚那个啊，你们就还用刚刚那个寡寸笔刷也可以再来一遍。OK， 有的话就找到这支啊，找到这个油画笔刷，我们用一个更深一点的颜色，我们再把它再次加深一点。这次我们还可以让它偏一点那个，把它的色相稍微，比如说往紫的方向再偏一点点啊。这个笔刷你放大，画上去你会发现它的肌理更重啊，它是一个重肌理的笔刷。我们把它画在那种你需要颜色更重的地方，把它放进去。加重它的肌理感。如果前面教你们画头发是虐纹的话，那这次就是爽纹啊。我觉得让你们先苦后甜，你们会更加的那个，会高兴一点。因为经过了前面那些的训练，你对于头发的这种明暗关系，对吧？哪个地方，去做一些这种基本的这个分组已经有了一些概念，这个时候再把难度降低啊，你可能画起来会更得心应手一些。在它的都不用全盘去加啊，局部的去加上这种肌理，锁住它。好，然后同样的啊，也用这支，同样我们那个涂抹也用这支笔刷啊，用油画纹理，然后这个涂抹5用这个笔刷涂抹一下。这在北方里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原汤化原食，你们听说过没？就是用这个笔刷画，就用这个笔刷涂，然后把这个肌理顺着它的来回啊，你可以从浅色往深色抹，也可以从深色往浅色抹，顺着它的这个发丝的走向，
然后这一层我建议大家不要叠的太满啊，要不然我们前面用那个剐蹭笔刷做的肌理就完全覆盖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脸还是挺细腻的啊。如果脸和头发过于割裂的话，两种完全不同的画风会显得很那个啊，会显得很突兀。所以这个肌理啊，我们就作为一个点缀，就不要到处都是，稍微克制一点哈，局部点缀一下就出现就好了。好，你看同样的啊，像这个呢，刘海的部分，我们锁住它，刘海的部分就用弱一点的啊，用弱一点的肌理，用这个剐蹭笔刷吸这些颜色给它过渡，先锁住，然后再把它的那个解锁解开，去过渡它。锁住是为了不让画到脸上啊，然后把这个锁解开，把它往上面过渡。好，涂抹工具也用这个剐蹭去涂抹啊。你看涂的时候又会把这个底色、头皮什么这种露出来，所以我们要那个缝缝补补，要去处理啊。每一步出现的问题，我们都要把它处理掉。你不能因为大家画画的时候，不能因为这个地方老师没做啊，那可能我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你出现了这个问题，你得去把它解决。因为每个人在画画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能是各不相同的，你要学会发现你的问题，然后要解决你的问题。其实画画和干别的事情都一样，我们人生啊，学习不也是，对吧？工作不也是，都是在出现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路上啊，永远都是在这个路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高手，你的工作成果就会比别人好，不管是画画还是别的。有的同学能发现问题，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最悲催的是发现不了问题啊，最悲催的是连问题都发现不了，但是最痛苦的是发现了问题，但是没法解决。但这个是你要有这个解决的意识，你慢慢的训练自己然后等你做到能够发现问题，并且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比较不错的阶段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这个头发呢有粗有细我们也不能全篇都用这个方法去画，那样会显得跟我们的这个脸的部分会割裂所以我们这个底子铺好之后，依然可以用之前的方法去把它的局部给它细化了我们到这一步了铺了一个这样的底子之后，我们就可以用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或者是用铺色小牛都可以从铺色小牛开始吧，从粗到细用铺色小牛。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线稿给它减弱一点用铺色小牛就在哪一层？就在刘海层就在刘海层吸这个头发的颜色，然后把它再加深一丢丢，往右下方走，然后去做一些这种层次的关系。
啊，同样的，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节奏感啊，要有节奏感，我们就把脸周围的这个给它铺的细腻一点，其他的像这种地方我们可以给它放掉。然后要学会，因为这一层在上面了啊，这一层在最上面，所以我们卡闭色的时候要避开耳朵啊这些地方啊。然后把这种结构，把这种有结构的地方给它区分出来。哎，他刚才一步直接给我撤回了，我的 iPad 经常这样啊。把这些啊，把这些有结构的东西，上下呀、里外呀，给它强调一下。好，这里比较细，我们就用细节刻画笔刷去画它。包括这些地方啊，像额头这个地方你要修，可以直接在这层上修也行。好，外轮廓给它收拾的漂亮一点。但是大家画头发的外轮廓一定要记得啊，要飘逸，要松软。所以呢，首先我们画这个外轮廓啊，漂亮的外轮廓的时候，你首先不要选最深的颜色，要选一个淡一点的颜色。然后呢，用手劲要稍微轻一点啊，你才能够画出那种松散的啊，飘逸的好看的这个头发。这些地方啊，也都是。然后像这种地方，这个地方的头发丝的外轮廓，我就建议大家跟这个头发的，跟这个头发自身的这个肌理啊，去做一个呼应。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比如说我铅笔套装里的，我们可以用一个带肌理的啊，像我这个有2.2，我们可以试试看啊，这个用一个重肌理的笔刷去试一下。用这种带肌理的，我把这个不透明度再降低一点，用这种带点肌理的笔刷去画这个外面的这种发丝，包括像这些地方啊，包括它的轮廓都可以这样去修一修。
这个花，这个花在后面啊，到时候可以给它擦掉也行。这种穿插，画不上去哦，橡皮。这种穿插的地方啊，大家可以最后再去慢慢的解决，建新的图层去把它解决掉。这个需要的是耐心。好，这些外层啊，这边先给它弱化掉吧，弱化掉，重新画。我画在了这个底下这层上面啊，我把上面这个也擦了。这个边缘头发丝我们就画在一层上面就好了，画在一层，这样好解决。好，用它就吸这个旁边的颜色啊，画出那种飘逸的头发丝。擦的不干净，先擦干净，再去画它。像这种古风的头发丝，我们可以画的稍微的直一点啊，不一定所有头发都得这样去弯啊，我们可以用直线条去画它，就比较中国风，比较像亚洲人的没有被烫过、没有被烫过、卷过的头发啊，但是仍然啊可以，你看最外层我们用最细的笔刷去画它啊，里层我们可以粗一点。然后这种头发丝和头发丝交界的地方啊，我们可以把它画的实一点，这样去画它啊。然后用这种带肌理的笔刷，强调一些它的在交汇的地方啊，画出这种粗细的粘连的感觉。就是一笔下来啊，有粗有细，有虚有实。像中间这种地方啊，中间这种地方，我们就还是用这个小牛笔刷去给它收拾好啊。那该涂抹的给它抹均匀。然后我用这个橡皮擦啊，把它该掏的洞的这个形状也给它做漂亮一点。思路就是这么个思路啊，思路就是这么个思路。然后大家可以，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慢慢调整的啊，慢慢去调整，慢慢去刻画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给大家告诉大家这个思路，剩下的你们就自己花时间去做它，然后我会把我
画好的给你们参考。好，课堂上就为了节省时间，就不那样去一步步细化了啊。好，然后我们加入这个高光，好，我把这个拉回来一点，把这个参考线稿图层，高光我就画在这个刘海这个图层上了啊。这个高光呢，我们可以根据整个画面来调整。比如说它头顶啊这种有点偏光，然后它的环境色又是这种偏绿的，那我就可以啊，首先吸这个颜色啊，我想画出这个高光和这个背景呼应的感觉，但是我不要用这个颜色直接画。有的同学就想，那我就直接用这个颜色去画，你画上来会很突兀，就像被挖空了一样啊，不要这样去画。怎么去画呢？你想画出这种绿，但其实你是用另外一个颜色达到这个效果的。你看吸这块颜色，然后把它的色相往这个方向去偏，色相你看往这种偏蓝一点的方向去偏啊，偏一点就好了。然后呢，调整它的明度啊，比这个颜色稍微浅一点点，然后带一点点饱和度出来，我就往右上方走一走。你看这个颜色啊，你或者再把它往左边往这个绿的方向走走，你看这个颜色就比较适合，就比较像这个高光的颜色了，可以再灰一点。好，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走这个 Z 字形啊，走这个 Z 字形，把这个高光画在发缝的两侧。我看一下有没有哪个照片比较清楚一点啊，这个照片吧，然后画在发缝的两侧。